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握拳后侧边有这条线，今生财运能够旺到爆。我们的手每天都会动来动去，有时候也会不时地握成各种拳头的样子。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握拳以后，手的侧边会挤在一起，出现几条线，而这也蕴含着一定的自身命运象征。不同的线有着不同的命，今天小酱汁就给大家讲讲，看看你是什么命吧。一、握拳后侧面有几条线看命运。一条线，聪明敦厚，为人善良，意志坚定，他们命中带财，然而早年的时候多有磨难，运势开拓比较迟，一般到中年以后才开始走运。这时候不仅有正财收入，更有横财进账。这样的性格善良和顺，比较外向，同时不喜欢和别人争夺，淡泊名利，不仅可以得到来自贵人的鼎力相助，而且还能收获祖先的庇佑，平安顺遂。事业迅速发展的时候，财富也被不断的积累，注定富贵殷实。事业开始转好，顺顺利利，财旺家旺，一家人其乐融融，有福分，生活惬意，晚年更是轻松舒适，绵延长寿。二、两条线，一般富于正义感，讲义气，重人情道义，做事全力以赴，豪爽勇敢，见义勇为，谨慎小心，守本分谦虚，忠心，生性淳朴正直，诚实友善，为人忠实可靠，富同情心，个性坦白无心机，直觉锐利，为人忠诚，颇爱主持公道，很受人尊敬，个性勤勉敬业，具有大智大望，行动敏捷，头脑聪明，反应快，不仅可以得到来自贵人的鼎力相助，而且还能收获祖先的庇佑，平安顺遂。事业迅速发展的时候，财富也被不断的积累，注定一生宝贵殷实。三条线，命中注定的财气是很旺盛的，他们气质气宇轩昂，为人大度有范儿，为人大方豁达，心中宽阔，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非常事业创业，往往有白手起家的机会，身边的贵人多得数也数不清，注定如鱼得水，财源广进。只要是原则之内的事情，就绝对不会讨价还价，活得既风光又坦荡。财运会在他们30岁后，一年比一年亨通，财库比任何人都要丰容，开创独有产业，发大财。四条线，天生富贵，命里藏财，有财神和菩萨庇佑，一生贵人运强劲，事来旺盛，在工作上能够如鱼得水，步步高升。他们一生运势高涨，财源滚滚，在中年之后会迎来事业的高峰，事业有成，财源力达，还会有横财天降，大富大贵，生活无忧，锦衣玉食。他们与人坦诚相待，非常真诚，只要你愿意和他们相处，他们肯定会付出自己的真心，非常重视友情。这样好人品的人，一辈子机遇比别人多几倍。福禄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实现人生理想是必然的事儿。二、握拳姿势看命运。一、握拳时拇指放在最上方，这种人大多非常的有远见，很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行事作风也跟别人非常的不一样，目标感非常的强，从来不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忘记自己的理想。凡事都喜欢规划的有条有理，有胆有识，敢闯敢干，行事稳健又不缺冒险精神，时刻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处事冷静而理性，做事踏实努力，不喜欢投机取巧，不论是事业还是生活都会非常的不错，命中注定是个富贵之人。二、握拳时拇指藏在拳心里。握拳时有这种特征的人，一般祖运不佳，出生比较平凡，在事业方面缺少非常好的资源和人脉，家里也不能为他们提供太多的帮助，
不过这种人大多非常的努力，也很有才华，往往能够凭借自己的奋斗而获得不错的收入和生活。虽然前半生过得比较辛苦，但是通过奋斗，后半生慢慢会变得越来越富裕。3. 握拳时拇指放在侧面。拥有这种特征的人大多做事非常的努力，虽然开始时运气不太好，生活会比较拮据一点，会短暂的穷一段时间，但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事业也会慢慢开始好转，赚钱也会越来越轻松。不过这种人虽然挣的比较多，但是需要花钱的地方也比较多，所以经常都会觉得钱比较紧张，不太够花，但只要熬过这段时间就会变得富起来，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底。4. 握拳时拇指向上翘。握拳时有这种特征的人大多命格都比较的中庸，一生既不会太富也不会太穷，属于我们之中的大多平凡人的类型。这种人对待生活的态度非常的乐观豁达，也没有什么野心，喜欢追求安稳的生活，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事情都非常的在乎和用心，也舍得投入时间和金钱，也很会照顾和体贴关心人，懂得照顾身边人的感受，人际关系较好，能够受到身边人的好评。不过如果想要有好的发展的话，一定要努力尝试去挑战一些新鲜的事情。那么除了握拳以外，那么手相还有哪些特征是富贵手呢？接着往下看。1. 手如干姜，家道必昌。有些人解释手就像干瘪的老姜，告诉大家这句话关于描述财运短句是什么意思。真正的解释，手如干姜主要说的是手的握力，干姜的阳气最重，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在人体里，《黄帝内经》云，肝变动在握，出生的婴儿骨弱筋柔而握固，就是人的握力是从肝来的。肝为将军之官，谋略出焉，肝就像一位大将军，注意个人的谋略与做事的能力。如果肝功能旺盛，那么这个人的手的握力必然大，而握力大的人也必然肝健旺。那么这样的人做事能力强，有勇气，敢闯敢拼，富于冒险精神，有勇有谋，敢为天下先，不畏艰难的韧性。那么这样的人一定事业成功。女孩子找男朋友要仔细了，和他握手的时候去感受他的握力大小吧。2. 发达的财纹。假如手掌中的纹路相互交错，能够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的话，便称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都会有不错的财运，不用付出太多，便会赚取很多钱财，很容易大富大贵。3. 太阳丘隆起。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财富。假如太阳丘长得丰满隆起，颜色明润的话，其人赚钱能力很强，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并且能够存得住钱，一生不会为钱财所累。4. 理财纹伸长。在手掌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路，叫做理财纹。理财纹长得伸长的人，通常都具有理财的头脑，无论是替老板、上司理财，或者是在大公司里面做会计出纳，还是自己投资理财，都会赚取很多财富，也具有大富大贵的潜质。5. 手中多财库。在手相中，小指的根部称为水星丘，此处的竖线被称为财运线，是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假如财运线长得伸直有力，或者有多条伸直的财运线的话，其人的财运会非常的好，很容易大富大贵。假如水星丘与太阳丘之间的部位出现十字纹的话，表示其人亦有意外之财到来，比如买彩票中奖等等。6. 手心有洼。手心在人体是劳宫穴，劳付出，宫地狱。该穴心包经的高热之气在此带动脾土中的水湿气化为气，穴内的地部脾土未受其气血之生，反而付出其湿，如人之劳作付出一般。这是一处火穴，
活在人体主心，在人类社会事务当中主前途。劳工学家的人前途光明，心地善良，富于献身精神。在集体当中，劳工学代表大领导，劳工学家的人会得到领导的破格提拔与青睐。那么什么样的劳工学好呢？就是手心要凹陷，凹陷的手心劳工学最发达，而突出的劳工学力量最薄弱。手心如果突出，则一生事业前景暗淡，很难遇到机遇，没有贵人提拔，只能靠自己奋力拼搏。7. 手掌厚实有弹性。手掌厚实有弹性的人身体健康，活力充沛，财运事业基础好，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充满干劲儿，努力进取，最有赚钱的本能。其人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努力。有此手相特征的人更容易富贵。8. 大拇指第二节纹多。在大拇指的第二节处，无论有横纹还是竖纹，其人都很善于积累财富。纹路越多，表示积攒的财富也越多，而这类人多靠勤俭致富。9. 中指比较长。中指长得长的人，对权力和财富有很强的追求欲，希望自己能出人头地，过上富贵的生活。因此，其人会为自己制定长远的目标，并且会付出很多的努力去争取达到。而且其人也很有头脑，做事大气，不拘小节，不会为一些小财小利而动心，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因此，这样的人更容易大富大贵。10. 食指上有3约纹。一般情况下，在食指的关节处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横纹的话，就叫做3约纹。有这种纹路的人，往往财运很好，一辈子不缺钱花，而且往往都是得自于异性的帮助而发财。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女人会嫁一个有钱的老公等等。我们每个人的手都各不相同，所以其命运也不相同。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富贵手，那么也不要灰心，只要乐观向上，那么也可以有自己的福气。不同的人，其手纹都不尽相同。手纹可以看作是推测人命运的重要参考物，对男人来说尤其明显。手相算命学中认为，男人的手纹主要分为生命线、智慧线和情感线，又称为天纹、地纹和人纹。究竟什么样的手纹对男人来说预示最好的命运呢？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1. 川字手相的最有富贵命。川字手相就是指手掌中3大主要线纹：生命线、智慧线以及感情线，三者之间没有任何的相交情况，所以从外形上来看，3条线纹会以川字的方式排列，故而称之为川字手相，也叫做川字掌。拥有川字掌的人性格固执、强硬，而且对于自己是信心十足，无论做什么都会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所以说，这类人在工作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因为他们十分的自信，成为有钱人的概率也会非常高。但同时，他们无法做到获得出色的爱情，毕竟过于自我的人是很难为他人着想的。2. 事业线纹路好的男人财运更好。手纹3条主要的线纹分别是生命线、感情线和事业线。3条线其实与个人的财运都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是关系最大的还是事业线。首先，事业线要连续不断，这表示自身的事业发展能够持续。起点在手掌边缘的事业线，特点就是职业有变化，不固定。这种事业线的人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开拓能力，善于社交，创造能力突出，创业机会大，事业可以得到支持。纹路越深刻，表示事业前景越广阔，能够做大做强。此外，好的事业线应该是由多条线纹组合在一起，无论干什么事业都能够有不俗的发展前景。但如果小线弯曲的话，表示会遇到很多挫折，做事比较难。
事业线粗且很清晰，拥有这种手相的人非常善于利用资金运转获利，财运很强劲。因为水星丘掌管的是金钱，而太阳丘掌管的是人脉、声誉等一切跟幸运有关的，所以事业线出现在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的人，通常能够股票、不动产等赚大钱。3. 手中拥有钱财纹，位于小拇指以及无名指下方的短小细线便是钱财纹。这一种线纹算是手相中比较常见的，和个人财运有关的线纹。拥有这种线纹的男性在理财方面有着出色的才能，也就是说，他们不仅擅长理财，而且懂得金钱的重要性，有着十分端正的消费观念。这一点相当重要，毕竟缺乏正确的消费理念，意味着一个人花起钱来容易大手大脚，这样的人无论赚多少的钱都不够。相反，拥有钱财纹意味着男性懂得合理消费，并不会因为有了钱而失去了正常的心态。4. 财运线比较粗且明朗清晰，无名指跟对着的一条是财运线，无论做什么事都顺利又有钱。拥有这种手相的人非常擅长运用资金获利，而且愈动愈旺，财运方面的运势非常强劲。因为水星丘掌管的是金钱，而太阳丘掌管的是人缘、名声以及跟幸运有关的运势，所以财运线出现在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的人，通常能够靠股票或不动产等生意赚大钱。5. M 字形手相，事业线由手腕处起而直上，穿过智慧线到达感情线，形成一个斜的 M 字母手相。有这种手相的人往往不到40岁就已经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了，所以是最具大富翁潜力的掌纹。因此，若有这种手相，但却认为还不算成功的人，表示不够努力或方向错误，所以只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或方向，那么跃升成为大富翁的潜力无穷哦。6. 财运线和婚姻线相交。如果一个人男人的财运线和婚姻线相交，那说明婚姻就是这个男人在生活上最大的转折点。在这样的手相中，财运线深且清晰无断裂，代表你结婚之后的财运比较旺，或者财运与婚姻互相影响，婚姻好，那么财运也好，他们的婚姻运势一般都是比较差劲的。若与婚姻线相交的财运线断断续续，那么代表步入婚姻后经济状况会下降。如果你长红如血色，但是命却并不好，不要太过忧心，可能是时机未到，可以佩戴双瑞吸财手链来催旺你的财运，增加财气。平常还可以多做善事，水到渠成，那么未来财运的发展就是比较好的。7. 感情线延伸到木星丘，有些男人有着非常丰富的情感世界，心思细腻，此种感情线的男人就是如此。如果这个人的感情线延伸到木星丘与土星丘的中间，那么他们对于爱情就会有着一份纯真，爱情中多一份纯真，也就多了一份美好。这样的爱情就是每个人喜欢的，但是所谓人心隔肚皮，纯真的男人可不好找。不过如果你发现你的他是这类感情线，那么你很幸运，这个人他拥有着纯真的爱情观，这样的人就是喜欢一些比较简单的事情的，简单的就是最好的。8. 双鱼纹，这是一种比较罕见的手相纹路，双鱼纹的位置在于指拇指下方和掌心交汇处，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文采出众，学习能力和写作能力俱佳。倘若这种手相的人手掌红润，掌纹细腻，那么这个人官运好，依靠自己的努力会踏上官职。9. 宝晕纹，宝晕纹形状奇怪，纹理像圆圈一般，看起来也像树的年，如月晕一样出现在掌中心，这种纹路叫做宝晕纹。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命中非富即贵，宝晕纹手相的男人做官的几率很大，富贵双全。10. 三奇纹，三奇纹
也称为摇钱树。这种纹路也是罕见的纹路之一。三奇纹的3条纹路名称分别是太阳线或水星线直冲无名指指根，事业线或命运线直冲中指指根，生命线上有1条纹直冲食指指根。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是大贵大富之相。这种纹路的男人在古代就是宰相命，在现代入仕途要比一般人容易。11. 智慧线长。作为男人，最重要的就是智慧。有足够的智慧，这个男人才可以很容易得到更好的能力，从而把事情都做好。实际上，其实智慧线长的男人都是会更加有智慧的，所以这种男人无疑会更加聪明。一个聪明的男人，不管到了什么领域，都是可以发展起来的。12. 井字纹明显。井字纹也是可以带来财运的纹路。井字纹就是指一个人的手上出现了好像井字一样交叉的纹路。这样的纹路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可以增加自己的个人人缘的。人缘变好之后，也可以使得其在事业上得到更好的发展，财运无疑也是可以提升的。13. 智慧线起点与生命线在同一位置，并横切过手掌。有的男人很好强，而且很执着，意志坚定。拥有此类智慧线的男人就是此种，但是由于其较刚性的性格，所以有时会有孤立的倾向。14. 智慧线起点与生命线在同一位置，并朝月球中央延伸。想找有情调的男人吗？那就找拥有此种智慧线的男人吧。因为此类男人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与创作力，所以往往能给你无限的浪漫情怀。15. 感情线末端有2条分叉线。女人都喜欢有责任感的男人，如果你的男人拥有此类感情线，恭喜你找到了一位责任感强、感情丰富并受人喜爱的男人，好好抓住。无论是做什么，自己的努力是不能少的。好的手相面相只能为你的努力提供助力，自己的梦想终究靠自己打拼。在闯荡的过程中，不妨佩戴神龟刺锐，提高自己的贵人运，同时增强自己的人际和谐，让自己在走向成功的路上少走很多弯路。我们每个人的手掌下方一般都有手腕线，这是一个人的手掌和手腕交界处存在的纹路，又被称为动脉纹或手颈线。一般来说，大部分人的手腕线有2条，有3条手腕线的人天生聪明有才智，能够成为人中翘楚。手腕线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一个人的财运、健康、婚姻等各方面的运势情况。今天呢，小酱汁老师就带酱友们一起来看看手腕线上的奥秘。1. 手腕线的数目。多数人至少会有2条或3条手腕线。麻衣相术提到，1纹2纹者主招募之荣，3纹以上者主汉苑之贵，但纹需周全，纹断不厌。现在许多研究亦显示，手腕线若完整3纹以上，清晰不断者，将可拥有健康、财富与幸福，古称的福禄寿俱全。手腕线没有1条完整，断断续续，表示一生奔波劳碌且老来孤单。手腕线有2条，纹路完整，当受薪阶级上班族的机会大，生活较受命运拨弄，难以自己掌控，即便富贵难以永远存在。手腕线有3条4条完整者，博学多闻，多半有名有利，在社会上得以享有受人敬重的地位和名声。手腕线第3条、第4条是后天生成，大家在心态上、行为上自我替力，往正确的方向去做，手腕线即会渐渐产生好变化。从这4条手腕线上，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个人的很多的命理吉凶。第1条手腕线看出你的健康以及大概的人生走向。如果这条特别明显的人，这样的人会有一个健康快乐的长寿人生。如果这条线有小小断成2条的人，要考虑一下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要注意压力缓解。如果断开几处，不要太担心，只代表着童年会走得比别人多些困难。第2条手腕线，如果这条线平坦而且没有断裂，也没有特别的深邃，这一生的财运也会平平顺顺。也许不富裕，但钱财够花。如果这条特别明显，那么你生命中会出现许多的能致富的关键机会，可要好好把握。第3条手腕线，俗称名人线，如果这条手腕线而且中间没断掉，从头到尾连的线，那么会是一个超有影响力的人，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职场上，会成为那种被人记得很久的人。第4条手腕线，神秘线，有这条线的人很有子孙福，这些身体上的纹路是能告诉先天的秘密，但后天的所作所为是一切的关键。2. 手腕线的形态，手腕线深刻清晰没有间断的人，表示其人精神充沛，身体健康。若线纹有断、缺、倒纹或切入一些横纹、杂纹者，其人之精神则见不足，体质不佳，也可能有小病频出之现象。手腕线第1线呈链状，而其他2线优良，表示此人年轻时不够乐观，甚为劳碌，最后必将获得成功。只在靠近小指侧的手腕线为链形，表示年轻时劳碌，许多事总是要历经波折才能有收获，但在40几岁后，生活逐渐好转，得以过较顺心的平稳生活。链形愈短，好生活来得愈早。手腕线被过长的生命线切断，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一生多灾多难，身体健康状况糟糕，常年积劳成疾。男性更容易因贪恋酒色而染病。若手腕线紊乱，则其人体力欠佳，容易患有精神衰弱，长期失眠。3. 手腕线上出现辅助线，除了手腕线的数量、形态之外，其线上出现的辅助纹也可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身运势。那手腕线上不同纹路的出现，命运如何呢？1. 十字纹，手腕线第1线中间如出现十字纹，预示其人早年生活辛苦，后来经过自己不断的努力，中晚年顺利，事业上必能大发，财富和健康都能有很大的收获。如果同时有清晰的事业线和太阳线的话，应验几率可达8-9成。2. 星纹，手腕线出现上星纹，并且第1、2条手腕线路清晰明朗，表示其人有极佳的财运，需要钱时常可得人资助，还有获得意外之财的机运。如果同时具有断掌，应验几率更高。3. 三角纹，手腕线中心发现三角纹，表示此人必获遗产或是显要之职。假如以手腕线为底部，而与事业线平行等线条形成方正的三角形，宛如金字塔状，表示其人有奇才奇智，又能得到特别的机运，有幸运获得巨大财富。4. 夜叉纹，手腕线的第1条出现的若是歪，这是类似十字纹的杂纹，这线纹较不吉利，意指虽然生活辛苦忙碌，事业却难有好收获。5. 直纹，手腕线出现许多直纹者，表示此人必能获得名誉与地位，一身显得显要的名声。若其上直纹不直而呈现邪乱者，则表示此人虽能在名誉地位上获得成就，不过很有可能是不正当途径获得的。6. 倒纹，手腕线上3线都出现倒纹时，表示此人贪好色欲，并且执迷不悟，身体衰弱，男性易得肾脏病，女生产有危险，或是患有心脏病及肺病。手腕线第1线上出现倒纹，而2、3线优美深细，表示年轻时色欲极重，以致身体受害不浅，不过中年之后运气开始顺利。7. 链状纹，手腕线第1线呈链状，而其他2线优良，表示此人年轻时不够乐观，甚为劳碌，最后必将获得成功。4. 手腕线看健康生育，
手腕线附近肌肉组织厚实有弹性，且肌肤细润者，其人之神经系统健康，少见病变，头脑聪慧，处事有条理，生命力旺盛，所以情志欲望也较高。反之，如是皮肤粗糙、肌肉松垮垮的人，其健康情况必见不佳。此外，当手腕线出现如下形态时，也预示着其人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特别是生殖系统较弱，恐怕会有生育方面的困难。一、手腕线第一条呈弓形，不论男女，多有生殖系统的疾病，恐有生育或流产的困扰。女性手腕线第一条呈弓状，一般较难怀孕，即使怀孕也易发生小产难产。如果第二、三条手腕线隐而不现，前说更为应验。二、手腕线呈锁链状，这是肠胃器官不佳的讯号。如果同时不见第二、三条手腕线，则身体更虚，同时也主一生劳碌，非常努力才能有收获。三、手腕线第一条弯入手掌中，这种手腕线影响生殖，不论男女均生殖系统不佳，不利子女，女性需防流产，男者亦有不孕症。四、手腕线位于手掌下，女子有此纹者亦有妇女病，生产时需注意血崩的发生，小孩易流产或是夭折，男子则有精虫稀少、难受孕的困扰。五、手腕线断断续续，有这种手相的人，女子卵巢易有病变，需调理，怀孕易流产，男子较为气虚，寒性食物少吃为妙。若手腕线较为不清，则有久咳难愈的情况。六、手腕线在手外动脉处纹路呈交叉状，此种手腕线在手，女人容易有月事方面的问题，受孕较为困难，即使怀孕也容易小产。男子容易有败肾问题，精气神差，关节及脊椎骨及膝盖容易有无力、寒冷的情况，需注意休息养生，容易有关节炎方面的问题。看完了自己的手腕线之后，别忘了看看身旁亲朋好友的手腕线，如果他们有第四条手腕线，要赶紧抱紧大腿哦。如何从手指断财运旺衰？一、手指较长的手相，依照手指的长短来看财运。指头长而且直不偏斜的人，属于亲手创业型的，心灵手巧，大多凭手工技术吃饭，一般与一本万利的财运无缘。但是这种人处事慎重又擅长分析数据，属于智能型的，比较勤劳而又能实际操作。因此如果能将这种长处与工作相结合，比方说从事银行或证券等相关工作，高技术行业、高新技术行业，便能期待丰硕的成果。二、手指较短的手相，手掌长而食指比较短，这种手相大多比较肉多、柔软，是日常生活中长时间用脑不动手的特征。他们大多外表比较憨厚，并且有敏锐的经营事业的头脑，外露憨厚，内藏精明，不会在乎小事，但是做起事来不拖泥带水，因此能够很快地下决定，并且勇于采取行动。由于本身具备了优越的经营能力，因此很适合致力于实业的经营工作、管理者。不过手指的长度如果过分地短小，在比例上显得离谱的话，那么就显示这个人具有懒惰的性格。三、食指弯曲，骨节暴露。如果你的手指弯曲偏斜，是累心、累身的一大命理特征。形内有与食指偏斜劳碌命，骨节暴露愁心人。这样的手指手型大多辛苦劳累，不是富贵之相。不过也有短时间发迹的朋友，要看好自己的富贵，千万不要因为过分嘚瑟，让自己再次回到贫困再现。四、拇指代表父母、祖上，拥有圆润厚实拇指的人，可借父母之力。用钱的观念十分实在，不会将钱花在过分强调感官享受的事情上，像华丽的衣服和美食，在这种人的眼中是极为不实际的。这样的人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为人也相当务实，说一是一，不会有太多的心机。
平而薄的拇指，粗细不匀，弯曲灵活，大多与厚实的拇指正好具有相反的性格。这样的人不喜欢一板一眼的日子，喜欢快捷方式，没有耐心，贪图享受。5. 食指。食指在手相学中通常意味着支配欲、权力欲与一个人的进取心，所以食指较长的人性格也比较顽强，相当具有霸气和野心，容易有权力。食指长到中指，性格偏强硬，爱出风头，财大气粗的性格，起伏较大，往往很难存得住钱。这种类型的人，就算钱赚得多，花的也多，所以这种人要节制挥霍，控制欲望和消费习惯。6. 中指。中指是4根手指中最长的，而且位于5根手指头的中心，象征一个人的命运，以圆润指掌为上。圆润指掌的中指代表有好的命运，事业财运、婚姻方面都有好的结果。如果中指生得过短，中指偏斜，偏向于食指，对事业比较执着；如果偏向于无名指，可能对家庭比较执着；如果粗细不匀，则是缺乏耐性和冲动的表示。这种人必须好好约束和规范自己的情感，不然很容易做出会令自己后悔莫及的事。7. 无名指。无名指代表配偶和家庭关系，如果偏向于中指，表示你家庭的责任心很重，为家庭付出代价很大；如果偏向于小指，表示为晚辈子女付出很多。如果无名指跟中指一样长，那便是喜欢赌博的手相，对于任何事都有喜欢下赌注的兴趣。这种人一听到打麻将、赛马、玩牌，全身的血液都会立即沸腾，眼睛也为之一亮。这种人的确对输赢有着相当敏锐的感觉，也喜欢投机性较高的理财方式。股票、房地产等投资生意会很乐意参与，但是并不表示有万全的把握。这样的人赶上极端的时间，会随便赌输整个家当，将会使自己落得倾家荡产。8. 小指。小指代表子女、晚辈，如果小指特别的短小、弯曲，表示子女不给力，让你为子女操心费力，容易让你不能为子女骄傲。另外，小指还代表智慧、口才、艺术，又经常被乡学家称之为第2根拇指。有许多成功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拥有一根比无名指第1指节线更长的小指。如果小指长直顺且圆润的人，通常有很卓越的办事才能和社交手腕。如果小指低于无名指的第1指节线很多，小指弯曲，那么这个人无论是在运势或财力方面都很难有所成就。第2，有这5种手相的人最招财，最有发财命，看看有你吗？一、财运线清晰而粗直，财运线又名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是衡量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财运线生得清晰而粗直的人，通常有着较好的财运。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很会招财，擅长运用资金获利，而且是越动越旺。另外，因为水星丘掌管的是金钱，而太阳丘掌管的是人缘点名声及好运，所以当财运线出现在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时，这样的人通常能够靠股票或不动产等生意赚大钱。2、钱财纹数量多。所谓钱财纹，是指在水星丘小指根部和太阳丘无名指根部之间出现的细的斜线。一般人手上都钱财纹，只是数量有的多，有的少。通常手掌上钱财纹越多的人，财运越旺，越容易招财，尤其是偏财运好，例如工作上时常发奖金，或者常常意外中奖等等。3、水星丘红润而隆起。水星丘在小指的根部，掌管一个人的财运、社交与商业头脑。
水星秋生的红润且向上隆起的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而且财运也相当的好，容易遇到很好的赚钱机会，只要努力肯付出，便能赚得大笔财富。此外，这样的人自身的交际手腕也很棒，应变能力很强，若从事商业经营之类的职业，更容易成功，从而获得丰厚利润。4. 太阳丘、木星丘有星纹，在太阳丘或木星丘这两个任一部位出现星纹，都表示这个人拥有特别的好运，容易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从而心想事成，赚到很多财富。只是这种幸运星纹出现后，假如本人不善于把握机会，努力付出，也会自己消失。5. 智慧线有向上的支线，假如智慧线末端有支线向上延伸，表示这个人非常有商业头脑，而且有很强的金钱观念，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很能利用一切机会招财，常常在不知不觉间赚到很多钱。不过这个人在金钱的使用上非常节省，记得还是要适时的花钱，慰劳自己一下。6. 掌心厚实有凹陷，手掌就好比聚宝盆，掌心好比聚宝盆的盆底，掌心的薄厚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多少。掌心厚实凹陷的人能聚财守财，积累下丰厚的财富。有这种手相的女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有很强的理财守财能力，持家能做到井井有条，生财有道，能够帮助丈夫守好财富，自己也能利用出色的理财能力赚取财富，积累下丰厚的家底，老有所依，能安享晚年。7. 太阳丘高隆，太阳丘代表着财富、才能与名声等。手掌中太阳丘隆起，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赚钱能力和理财能力。有此手相的女人，性格坚毅但不苛刻，为人厚道，婚姻成功，是持家理财的一把手，在外能有出色的理财能力，能够在自己的事业上大放异彩，赢得出色事业成就和社会名望。对内也能持家有道，婚姻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8. 木星丘饱满圆润，木星丘能反映一个人的积极程度和上进心。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对财富和权力具有强烈的欲望，热衷名利，意志坚定，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取得耀眼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事业型的女强人。不过有这样手相的人对待感情一般也会比较强势，所以在选择伴侣时，最好是选择性格互补类型的，或者是更具有忍耐和包容心的人，这样婚姻生活也能美满幸福。手相出现这4种吉祥的符号，富贵无疑，早晚必发。手相预测主要从色泽、形体还有纹理这3点入手。手相重、纹理清晰无杂纹的命主，一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会事业有成，婚姻早成，财运早旺。如果手相重再出现一些特殊的较为有利的符号，则会锦上添花，让自己的财运更上一层楼。1. 元宝纹，元宝纹是指手掌中的玉柱线、生命线和智慧线构成一个元宝纹，注定一生财源广进，富贵有望。下图中命主实际从小家庭不富裕，毕业后23岁工作，27岁仍奋斗，但事业运开始有所好转。2. 夫子眼，手相重，夫子眼又称凤眼，也称天眼纹，出现在大拇指第1节指节，有一个类似眼睛一般的圈形手纹。不论男女，拇指中若有此手纹者，为人聪明伶俐，年纪轻轻便能成就一番事业，一生财源滚滚。拇指上夫子眼较为明显，说明此人一生富贵有余。3. 井字纹，手相重，巽宫高凸红润，并有井字纹出现，
说明此人财运会非常的旺。4. 一马平川，一马平川中，马是指的命运线，川是指的川字纹，过了感情线和智慧线方成。若命运线穿过生命线、感情线，还有智慧线，也属于一马平川的范围。手相中，称命运线为玉柱线，又叫事业线。命运线从手掌根部直接穿过智慧线和感情线，切记必须穿过智慧线和感情线才能称为一马平川。手相中若有此现象者，富贵无疑，而且贵人运非常的旺。第2，难得的10大吉祥手相。1. 财富纹，财富纹决定了一个人的财富有多少。财富纹直且长的人，他这辈子的财富就会有很多，而且获取财富的路上也没什么曲折。如果很短很曲，就说明这个人这辈子获取的财富不仅少，而且过程也很艰难。2. 手指缝，许多人手指并拢之后的空隙是非常大的，而且一点间隙都没有。如果没有间隙，说明这辈子是很能守住财的，因此这辈子也会过得比较如意，顺风顺水，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波浪。3. 断掌纹，断掌纹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手相。如果手上有断掌纹，那么这个人这辈子一定是会有成就的，是非常吉利的手相。所以有这种手相的人要抓住机会努力，这样才能功成名就。4. 红润厚实的手掌，其实红润厚实的手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手相。手掌厚实，捏起来比较软，说明这一生都会大富大贵，而且也很平安吉祥，是很好的一种吉祥手相。5. 不动产纹，有这条纹路就说明自己会有很多家产，不仅是房子，而且还会有许多的财富，毕竟房子也是一种资产，房子越多说明钱也就越多，因此有这种手相的人一生都会非常富足。6. 钱财纹，钱财纹这里可能不止一条，钱财纹越多，说明能够获得的财富也就越多，因此是越多越好。钱财纹只要有，说明就还是有机会能够富裕的，因此要努力工作，抓住机会才好发财。7. 直觉线，手里有直觉线的人是非常有商业头脑的，很有投资理财意识，因此他们也知道如何抓住商机，去给自己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而吉祥富裕。8. 手中财库，手中的财库是聚集在手中心的细纹上的，一般会成一个小三角形或者四边形。这个财库越大，说明能够赚到的钱就越多，手中持有的财富也会越多。9. 太阳丘隆起，许多人的太阳丘都是凹进去的，那么这里就看不出来是否有财了。不过太阳丘隆起的人，财运肯定是比较好的，有发大财的机会。如果太阳丘很饱满，那么也会肯定会是大富大贵的命。10. 中指长，虽然中指一般来说都是最长的，但是中指比其他的手指长很多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人的一生都会非常富足，而且生活也是非常无忧无虑的，是很尊贵的人。第3，手握金竹必暴富，4种发财手，越来越富有。一手指如竹笋，金竹手，在手相学中，手代表了一个人的抓财能力。如果一个人的手指长得如竹笋一般细密而修长的话，这种人大多命比较好，容易富贵。这种手相的人大多非常的善于理财，有着很强的抓财能力，善于运用金钱去做一些投资，能够让钱生钱，手里掌握的金钱也会越来越多。如果再得到一些贵人相助的话，必定能够富甲一方。2手软如棉花，如果一个人的手掌长得柔软且很有肉感的话，这种人大多先天命格较好，容易出生在富贵之家，从小生活无忧，还容易得到家中长辈和亲朋的相助，因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比较容易获得成功。
而且性格淡，多温厚，命中的贵人运较好，容易得到贵人的相助。无论在生活和事业上都比较顺利，挣钱也比较轻松，一般都不会缺钱花。3. 长红如血色，手掌的颜色代表了一个人的血气健康。如果一个人的手掌颜色长得较为红润的话，这种人大多血气充足，身体素质比较好，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都比较充盈，做起事来很有干劲，属于天生的上帝宠。2. 命中很有福气和财气，一生财路畅通，财源较广，做事如有神助，一辈子财源滚滚，很难受穷。4. 掌中有黑痣，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中心部位长有黑痣的话，这类人大多观察力非常强，而且考虑问题思路也比较的独到，很有远见和抱负，内心也比较强大，能够承受挫折和压力，所以在事业方面总是能够看到别人发现不了的商机，特别的适合做生意，总是能够抢占先机，挣钱的渠道比较广，速度比较快，善于积累财富。第4，十分少见的富婆手相，肤质白里透红，有贵气，天生少享福命。中指较长，容易大富大贵。中指较长代表着有较强的权力欲和富贵欲，他们的理想目标是一定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要出人头地。他们有较强的进取心，做事大气，不拘小节，不会被一些小的财富而迷失方向，这样的人更容易能大富大贵。手指并齐没有缝，聚财理财。除了大拇指以外，将4个手指并拢，如果指缝间没有缝，连芝麻都掉不下去，这样的人很会存钱，不管男女都很擅长理财，生活中的开支和花销都是精打细算，不会盲目，所以这种人很容易大富大贵。钱财纹多，会理财。钱财纹也称为理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财旺钱多，一生有花不完的钱，生活上必定是大富大贵。手中多财库，有财运。手中的线互相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为三角形或的人，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这些形状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他们在钱财的运气上会比较幸运，容易大富大贵。手掌厚实，有聪明的求财头脑。手掌厚实的人代表财运事业基础好，不管是生活或工作，他们都会充满着干劲，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他们也会为了自己的未来一直在默默的努力。这类手相的人比较容易能大富大贵。6. 太阳丘隆起，有赚钱能力。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财富。如果手掌中太阳丘隆起，说明此人很具有赚钱的才能，工作中奖金多，财运上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并且能存得住的钱一定不为钱财而累。男的财运好，女的则容易嫁有钱老公，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第5，案例分享。第1个，掌面流光溢彩，手指条达不见缝隙，偏土行掌，土人稳重传统，做事有诚信，四指严丝合缝，能守财之进退，指节间米糠数文。古代讲是衣食无忧，现代讲小康无忧。食指很长，和兄弟姊妹缘分深厚，也更加注重原生家庭和亲情。掌丘来看，小指水星丘饱满，有活力和口才，沟通能力强，对商业嗅觉也灵敏。食指巽宫饱满，但右手巽宫见杂纹，正财有但不稳，水星丘也见杂纹，偏财也有但不长久。左右手太阳丘都见很多条太阳线，说明人缘不错，
比较注重自己名声，比较爱面子，甚至有些虚荣。左手生命线偏浅淡，而且横纹较多，生命线弱，说明体质不强，运势根基不强。相对生命线，脑线倒是深长，人很聪明，脑力强，但体力不强，是个典型的爱动脑，不太爱运动的人。建议平衡脑力和体力，人生运势才能稳定长久。第二个，面相骨为阳，肉为阴，讲究骨肉均匀，男阳女阴，男女有别。对于男人来讲，骨稍多于肉，阳气更足，男主有些肉多于骨，阴阳不协调，偏营养质，有些中物欲爱消费，做事有些偏懒散。五官端正，眉浓稍散，为人正直，重情感性，易仗义疏财，额头开阔，早年聪明，学运不错，但鬓发侵入驿马宫，出行运势一般。此处也是30岁之前的财帛宫，早难于钱，对于钱财方面比较大方。眉浓稍短，做事效率高，喜欢速战速决，但是山根偏弱，有些少耐心和定力，青年时期感情易动荡。鼻梁不起，少城府和心机，容易在钱财和感情方面入骗局。不过鼻头肉，中年能见财。唇含不露，不过唇，稍歪，易犯口舌是非。断掌是特别少见的手相，据统计，单手断掌的人有10%左右，双手断掌的人只有3%左右。有一句俗话说，男儿断掌千斤两，女子断掌别人养。大概意思是说，男子断掌是福，女子断掌是苦。而断掌又有真假的分别，那么假断掌的女人到底命运如何，和真断掌又有什么区别呢？接下来小酱汁就来为酱友们解决这个疑惑。一、什么是真假断掌？我们的手纹主要是3条，天地人3条，天纹是感情线，地纹是生命线，人纹是智慧线。断掌掌纹就是智慧线和感情线重合在一起，贯穿手掌，合二为一，我们就叫做断掌，叫通贯手纹。而假断掌则是2条线并没有真正的合在一起，仔细观察还是能够发现2条线的这种就是假的断掌。二、假断掌的分类。一般情况下，假断掌有以下4种表现形式。一、智慧线型假断掌。当断掌纹的一端突出了线智慧线的尾巴的时候，就会形成智慧线型假断掌。这类女人胆子非常大，敢于冒险，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不管是在学业上还是在职场中，均能够取得特别好的成绩。她们做事心思细腻，心机比较重，考虑问题相当全面，还会制定详细的规划。同时，这类女人还相当具有浪漫细胞，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感情运势也相当的旺盛，会谈很多场恋爱，即便结婚之后，可能依然会和其他女性保持暧昧关系。她们往往都不会成为平庸之人，很有可能会成为成功的政治家或者是商人。总之，能够在自身所属的领域内创造出巨大的好成绩。不过，她们到了晚年的时候，身体状况可能会比较糟糕，要注意保养。二、感情线型假断掌。有断掌纹并出现平行向上的感情线手掌被称为感情线型假断掌。这类女人特别倔强，一旦决定了某些事情，任何人都无法动摇其心智。她们个性要强，不管是在学业上还是在事业上，都不允许自己落后于人，会制定远大的理想和目标，在前进的路途中甘愿付出卓越的努力。不过他们心眼儿特别小，常常会为了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儿而斤斤计较，特别记仇。对于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永远做不到宽宏大量，早晚会找机会报仇。这类女人性情让人琢磨不透，情绪变化很大，身边也没什么要好的朋友，还是挺孤独的。不过他们在艺术方面的造诣还是相当的强悍，往往都能够成为比较厉害的艺术家。三、感智分叉假断掌。感情线和智慧线都有尾巴凸出来的手相，
就属于是感智分叉型甲断掌。这类女人智商特别高，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提前想好各种对策。她们办事效率很高，善于寻求适合自己的学习或者是工作方法，往往能够取得特别好的学习成绩或者是业绩表现。她们心灵手巧，多才多艺，会做很多的手工活，还特别顾家。尤其是结婚之后，家里面的各种家务活，包括洗衣做饭之类，肯定会被她们全部承包。这类女人适应新环境的能力相当强悍，善于打理人际交往关系，人脉资源很广。不过到了老年的时候，她们可能会出现精神方面的疾病，千万不能大意，要及时诊断和治疗。4. 两条深感甲断掌。感情线两条形成两条断掌纹平行发展，并且有两条生命线，这样的甲断掌就叫做两条深感甲断掌。这类女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学习和工作中能够投入满满的活力和激情。她们非常聪明，做事专注而认真，精神高度集中，往往能够在所处领域取得比较好的成绩。不过，她们对待感情就表现得相当冷漠，即使身边有很多的追求者，她们都会态度冷漠的全部拒绝掉。这类女人一生中恋爱经验相当匮乏，甚至有可能终身不婚不育。到了晚年的时候，可能会显得有些孤独寂寞，身边压根儿就没有家人的陪伴。5. 悉尼线。悉尼线属于甲断掌的特殊表现，准确的定义是智慧线必须延长到手侧最边缘，即小鱼际的赤白肉际处，仅仅是相差几毫米，不能够到达齿际边缘，也不能叫做悉尼线。有悉尼线时，感情线可以同时存在。悉尼线之所以名为悉尼，是因为1970年前后，有研究者在澳大利亚悉尼发现一种特异的掌区纹。据他们报道，在先天风湿、白血病和先天愚型患者中，呈悉尼纹掌纹者较多，而许多发育迟缓、学习不好、行为有异常的孩子中，悉尼线也时常可见。肝癌、血液病、牛皮癣的患者手上常可见到悉尼线。一部分悉尼线是后天形成的，有悉尼线的人其性格特征心理不平衡、固执、暴躁。若悉尼线上有岛形纹样，临床意义更大。有典型悉尼线的人多是发育不良、智力低下，并且面部呈痴呆状，耳朵畸形，耳朵位置低，眼裂狭小，前额低斜，绝大部分伴有先天性心脏病，这是先天性悉尼线的意义。后天性的悉尼线逐渐形成并典型，多是肿瘤体质的表现，如肝癌、血癌等。3. 甲断掌女人的命运如何？ 1. 事业运势。这类女人事业心特别强，愿意在职场中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往往都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她们办事效率特别高，即便遇到挫折和困难，也绝对不会低头向身边的人求助。这类女性往往会从基层做起，然后一步一步往上攀爬，最终会成为领导者。等到手头有了资金和人脉之后，她们会选择自主创业，可以不断地将企业做大做强，甚至还可以直接打入国际市场。这类女性对自己的要求特别严格，对身边的人同样也是如此，达到了一种吹毛求疵的地步，所以可能并不是很讨喜。2. 财运运势。这类女人挺会赚钱的，往往不屑于小钱，而是会通过大的项目赚得盆满钵满。正财方面，他们的工资水平和同龄人相比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再加上出色的项目表现，所以肯定能够拿到特别丰厚的提成和奖金，令人羡慕。偏财方面，他们的运气也挺好的，总是能够在不经意之间获得老天的眷顾，购买的投资理财产品很有可能会获取丰厚的收益，无意间购买的彩票也能够中到头奖。这类女性不但赚得多，关键花的也很少，并不是她们勤俭节约，而是压根儿就没什么购物欲望，所以赚到手的钱大多数都是能够积累下来的。3. 感情运势。这类女人感情运势还是挺惨淡的，由于性格特别强势，事业心又特别的重，所以很难拥有幸福美满的恋爱或者是婚姻生活。
单身的时候身边可以说是没什么追求者，而且他们本身自身性格比较高傲，即便遇到了喜欢的男生也不会刻意主动追求，所以很难成功脱单。等到了适婚年龄，可能会迫于父母和亲戚的压力选择结婚，但是婚后生活并不和谐，夫妻俩会经常吵架，两人的关系很糟糕，随时都有可能从言语纠纷上升到肢体冲突。到了年老的时候，这类女性还是挺孤独的，身边也没什么子女的陪伴。4. 健康运势。这类女人在身体健康方面，年轻的时候还是挺不错的，抵抗力和免疫力都很好。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她们特别要强的个性，所以基本上升到了40岁的时候，身体状况就会变得非常的糟糕，精神上压力会特别大，可能会被心理疾病缠身，身体上大病小病都有不少。好在他们手头很有钱，可以接受比较专业的治疗，否则肯定很难撑下去。这类女性还是挺长寿的，只不过身体上需要遭受各类病痛的折磨，活得并不是非常轻松。总的来说，甲断掌的女人一生命运都不是特别好，但是相不独论，手相并不是影响你命运好坏的绝对因素，它是会随着时间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手相在风水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通过手相算命，你不仅仅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如何，还能够从手相看出这个人的运势。那么，什么样的手相会长寿？长寿的手相有哪些特征呢？接下来小编就带大家了解一下。1. 生命线清晰深长的手相长寿。人们手中的生命线是跟健康运势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是生命线清晰深长的人，他们的健康运势是不错的，能拥有很不错的身体的，不用担心太多的。其实生命线清晰深长的人是生命力顽强的，体格方面都是很强健的，不容易生病的，对待生活的态度也会很好的，能做到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的，绝对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就跟他人有争吵的，寿命真的很长的，生活方面是相当的幸福美满的。2. 手掌丰满红润的手相长寿。手掌丰满红润是十分好的一个手相特征，相对的有些人的手色则暗淡无光，常常呈现干瘪状。手相丰满红润则是大富大贵之相，即便这种人从一开始的出身并不佳，但大富大贵终究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得到。相反，手掌干瘪暗淡的人会经历较多的灾难，晚年还会病痛缠身，惶惶不可终日。3. 手指纤细的手相长寿。手指纤细的人是典型的富贵命，尤其是拥有纤细手指的女人，福泽更是深厚。这种类型的人往往不用太过操劳就能轻易地得到想要的东西，因为天生拥有着这一双纤细的手，操劳繁重的事物都自然而然地避开了。拥有这种手相的女人是十分旺夫的，若是娶这种女人作为妻子，那么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富裕。4. 掌心有痣的手相长寿。痣并不是越多越好，痣也分好坏，若是掌心有痣，则一定是富贵长寿之人。掌心有痣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头脑十分聪颖的人，他们懂得如何能够更好地规划人生，也十分理性地在各种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的人注定拥有富贵长寿的精彩人生。5. 生命线无分支的手相长寿。手相能看出寿命，生命线无分支的人身体都比较好，在他们的体内包含着各种病毒的抵抗力，让他们很难被病毒入侵到自己身体，基本从不会生病的他们的身体会更加健康。没有体验过被病痛折磨的他们更会以积极运动的方式想要把这种健康保持下去，寿命自然也就会长上一些，也算是很好的寿命长的手相之一。6. 手掌很厚实很饱满的手相长寿。在手相算命中，手掌厚实的人不仅财运好，
他的健康也是很好的。从个人手掌的情况里，也不难看出一个人身体健康的信息，从而得知一个人寿命的长短。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很瘦小、很薄、很僵硬，又或者整个手掌都没有半点肉，这样的手相不仅预示着一个人的福气很差、财运很差，更说明了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不好，健康运势不佳。所以这样手相的人多数都是短命之辈。但如果一个人的手相很饱满、很厚实，手相非常的有肉，这样的手掌说明了你很有福气之余，也说明你个人的寿命很长，身体健康。通常来说，生活中的100岁老人手掌还是非常有肉的，可见这样的手相预示着你长寿哦。7. 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的手相长寿。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是典型的福相。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往往有着勃勃的雄心壮志，在事业和学业的路上都走得一帆风水，在爱情方面也是顺风顺水。在顺利的人生里，这种类型的人几乎不会经受什么灾难，生理和心理都始终保持着年轻和干劲，所以他们定能福寿双全。8. 拥有断掌纹的手相长寿。这样手相的人，他们可能会在今后的感情生活当中出现很多矛盾，因为在民间对断掌纹的婚姻状况描述的都不是非常的好。但是从另外的一个方面来看，拥有断掌纹的人，他们的事业发展是会非常好的，前景非常的不错，能够吃苦耐劳，意志力坚强，平时也会注重身体机能的锻炼，所以经济条件好，身体状况也不错，也可以有足够的条件去保养身体。但是有断掌手相的人，确实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婚姻感情方面的问题，这大多是跟你的性格方面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你对待感情固执，做事优柔寡断，不懂得变通，所以跟自己的爱人相处起来会存在着很多的矛盾和困难。所以要学会多交流、多沟通，多去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9. 贵人线交叉的手相长寿。当贵人线呈交叉状，而且手掌的纹线深且清楚时，那么说明这个人的运势相当的不错，尤其是在事业方面，可得功名利禄，能够白手起家。当然了，还有更好的一点，那就是这种手相的人寿命亦较长。他们很懂得保养自己，哪怕人生会经历比较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心态一直都很好，而且很经常都能够收获到惊喜，所以他们的健康状态就很不错，能够活很长久。10. 财运线没有断裂的手相长寿。一般来说，看人们手中的财运线是能知道这个人的财运好不好的，其实与人们的健康运势也有很大的关系的，与人们对寿命是有关系的。如果是财运线没有断裂的人，他们的财运真的很好的，身体方面也会很不错的，消化方面也会很好的，平时的生活中能做到乐观积极的，不管是多难的事情都能想到办法解决的，让自己赚钱有很多的，使得他们的生活是不用烦恼钱财的，对于健康方面也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是象征着长寿的。11. 2条生命线的手相长寿。从生理方面看，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不管是体力还是精力，都是相当的充沛的。他们对疾病的抵抗及免疫力超佳，即使罹患了重病，也多能奇迹式的复原。所以平日里无需太过于担心，只要开开心心的做好自己就行了。就心理方面言，这种人的耐力及意志力都很强，是个不服输的人。因为懂得付出，所以婚姻上能够遇到一个可以相伴一生的人。有了对方的照顾，他们也就能够更加的长寿了。12. 生命线中生出水星线的手相长寿。手相中最好的生命线是绵长、深厚、红润的，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气势磅礴，
发源如果是位于大拇指和食指中间，逐渐流向掌底，这样的生命线代表着顽强的生命力，不易患病，能长寿的手相特征。常在生命线旁边水星线的线，又称第二生命线，出自生命线的水星线，一般预示此人身体各脏器运转良好，呼吸和循环都很正常，是健康长寿的体格。此外，运势和事业都顺顺利利，没有坎坷，是典型的长寿的手相，可以长命百岁，一辈子好运。13. 有富贵纹的手相长寿，大拇指头上有富贵纹，整体来说运势比较好，呈上升趋势。天赋方面趋向于艺术以及心理学，事业上的成绩很大，待人和善，追求平淡的生活，不会计较名利及金钱，同周围人的关系都很好，事业上小有成就。此手相适合创业，创业的话会一帆风顺。如果再加上手色看起来白里透红，且寿星正，则有着长寿的明证，一辈子好运。一个人活得久，不仅仅是因为有长寿的手相特征，还在于个人的生活条件和生活习惯。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例如早睡早起，经常锻体，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自然是可以长命百岁。当然还有心情开朗，没有烦恼，自然也是可以长寿。1. 手指较长的手相，依照手指的长短来看财运。指头长而且直不偏斜的人，属于亲手创业型的，心灵手巧，大多凭手工技术吃饭，一般与一本万利的财运无缘。但是这种人处事慎重又擅长分析数据，属于智能型的，比较勤劳而又能实际操作。因此如果能将这种长处与工作相结合，比方说从事银行或证券等相关工作，高技术行业、高新技术行业，便能期待丰硕的成果。2. 手指较短的手相，手掌长而食指比较短，这种手相大多比较肉多柔软，是日常生活中长时间用脑不动手的特征。他们大多外表比较憨厚，并且有敏锐的经营事业的头脑，外露憨厚，内藏精明，不会在乎小事，但是做起事来不拖泥带水，因此能够很快地下决定，并且勇于采取行动。由于本身具备了优越的经营能力，因此很适合致力于实业的经营工作，管理者。不过手指的长度如果过分地短小，在比例上显得离谱的话，那么就显示这个人具有懒惰的性格。3. 食指弯曲，骨节暴露。如果你的手指弯曲偏斜，是累心累身的一大命理特征。形内有与食指偏斜劳碌命，骨节暴露愁心人，这样的手指手型大多辛苦劳累，不是富贵之相。不过也有短时间发迹的朋友，要看好自己的富贵，千万不要因为过分嘚瑟，让自己再次回到贫困再现。4. 拇指代表父母祖上，拥有圆润厚实拇指的人，可借父母之力。用钱的观念十分实在，不会将钱花在过分强调感官享受的事情上，像华丽的衣服和美食，在这种人的眼中是极为不实际的。这样的人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为人也相当务实，说一是一，不会有太多的心机。平而薄的拇指，粗细不匀，弯曲灵活，大多与厚实的拇指正好具有相反的性格。这样的人不喜欢一板一眼的日子，喜欢快捷方式，没有耐心，贪图享受。5. 食指，食指在手相学中通常意味着支配欲、权力欲与一个人的进取心，所以食指较长的人性格也比较顽强，相当具有霸气和野心，容易有权力。食指长到中指，性格偏强硬，爱出风头，财大气粗的性格，起伏较大，往往很难存得住钱。这种类型的人，就算钱赚得多，花的也多，所以这种人要节制挥霍，控制欲望和消费习惯。
6. 中指是4根手指中最长的，而且位于5根手指头的中心，象征一个人的命运，以圆润指掌为上。圆润指掌的中指代表有好的命运，事业、财运、婚姻方面都有好的结果。如果中指生得过短，中指偏斜，偏向于食指，对事业比较执着；如果偏向于无名指，可能对家庭比较执着；如果粗细不匀，则是缺乏耐性和冲动的表示。这种人必须好好约束和规范自己的情感，不然很容易做出会令自己后悔莫及的事。7. 无名指。无名指代表配偶和家庭关系，如果偏向于中指，表示你家庭的责任心很重，为家庭付出代价很大；如果偏向于小指，表示为晚辈子女付出很多。如果无名指跟中指一样长，那便是喜欢赌博的手相，对于任何事都有喜欢下赌注的兴趣。这种人一听到打麻将、赛马、玩牌，全身的血液都会立即沸腾，眼睛也为之一亮。这种人的确对输赢有着相当敏锐的感觉，也喜欢投机性较高的理财方式。股票、房地产等投资生意会很乐意参与，但是并不表示有万全的把握。这样的人赶上极端的时间，会随便赌输整个家当，将会使自己落得倾家荡产。8. 小指代表子女、晚辈，如果小指特别的短小、弯曲，表示子女不给力，让你为子女操心费力，容易让你不能为子女骄傲。另外，小指还代表智慧、口才、艺术，又经常被乡学家称之为第2根拇指。有许多成功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拥有一根比无名指第1指节线更长的小指。如果小指长直顺且圆润的人，通常有很卓越的办事才能和社交手腕。如果小指低于无名指的第1指节线很多，小指弯曲，那么这个人无论是在运势或财力方面都很难有所成就。第2，有这5种手相的人最招财，最有发财命，看看有你吗？一、财运线清晰而粗直，财运线又名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是衡量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财运线生得清晰而粗直的人，通常有着较好的财运。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很会招财，擅长运用资金获利，而且是越动越旺。另外，因为水星丘掌管的是金钱，而太阳丘掌管的是人缘点名声及好运，所以当财运线出现在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时，这样的人通常能够靠股票或不动产等生意赚大钱。2、钱财纹数量多。所谓钱财纹，是指在水星丘小指根部和太阳丘无名指根部之间出现的细的斜线。一般人手上都钱财纹，只是数量有的多，有的少。通常手掌上钱财纹越多的人，财运越旺，越容易招财，尤其是偏财运好，例如工作上时常发奖金，或者常常意外中奖等等。3、水星丘红润而隆起。水星丘在小指的根部，掌管一个人的财运、社交与商业头脑。水星丘生的红润且向上隆起的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而且财运也相当的好，容易遇到很好的赚钱机会，只要努力肯付出，便能赚得大笔财富。此外，这样的人自身的交际手腕也很棒，应变能力很强，若从事商业经营之类的职业，更容易成功，从而获得丰厚利润。4、太阳丘、木星丘有星纹，在太阳丘或木星丘这2个任一部位出现星纹，都表示这个人拥有特别的好运，容易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从而心想事成，赚到很多财富。只是这种幸运星纹出现后，假如本人不善于把握机会，努力付出，也会自己消失。
5. 智慧线有向上的支线。假如智慧线末端有支线向上延伸，表示这个人非常有商业头脑，而且有很强的金钱观念，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很能利用一切机会招财，常常在不知不觉间赚到很多钱。不过这个人在金钱的使用上非常节省，记得还是要适时的花钱，慰劳自己一下。6. 掌心厚实有凹陷，手掌就好比聚宝盆，掌心好比聚宝盆的盆底，掌心的薄厚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多少。掌心厚实凹陷的人能聚财守财，积累下丰厚的财富。有这种手相的女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有很强的理财守财能力，持家能做到井井有条，生财有道，能够帮助丈夫守好财富，自己也能利用出色的理财能力赚取财富，积累下丰厚的家底，老有所依，能安享晚年。7. 太阳丘高隆，太阳丘代表着财富、财富、才能与名声等。手掌中太阳丘隆起，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赚钱能力和理财能力。有此手相的女人，性格坚毅但不苛刻，为人厚道，婚姻成功，是持家理财的一把手，在外能有出色的理财能力，能够在自己的事业上大放异彩，赢得出色事业成就和社会名望。对内也能持家有道，婚姻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8. 木星丘饱满圆润，木星丘能反映一个人的积极程度和上进心。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对财富和权力具有强烈的欲望，热衷名利，意志坚定，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取得耀眼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事业型的女强人。不过有这样手相的人对待感情一般也会比较强势，所以在选择伴侣时，最好是选择性格互补类型的，或者是更具有忍耐和包容心的人，这样婚姻生活也能美满幸福。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